亲爱的朋友们，欢迎来到微光夜读。上班提着爱马仕，绿茶同事造谣我被包养，带头孤立我，还去新任总裁面前告状。副总姜诗瑜作风不正，影响公司名誉，建议您开除他。傅思妍单手扶了扶金丝边框眼镜，眼神犀利，让人事部彻查。下班后黑灯瞎火，我被人堵进了茶水间。傅思妍委屈巴巴地靠在我颈窝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给我一个名分啊？接下来开始我们本期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听说没有？设计部姜诗瑜给人当小三的，我就说他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生，怎么能够进得了咱们公司来？你看他背的不是爱马仕就是香奈儿，浑身名牌堆砌，我还以为他家多有钱呢，原来就是个小三啊！穿名牌有什么用？还不是掩盖不了他一身穷酸味。路过茶水间时，正好听到同事们在议论我。哼，我轻哼一声走了进去，一看到是我，几人有些尴尬。姜诗瑜，你妈没教过你怎么做人吗？偷听别人讲话是不道德的行为。沈冉白了我一眼，满眼的不屑。这个沈冉从我进公司起就看我不顺眼，我念在他是老员工的份上，对他多加礼让，他却处处给我使绊子作对。我妈妈只教过我，不要在背后议论别人，小心惹祸上身。我轻描淡写地走了过去，没有给沈冉半分眼神，接了杯水后就直接离开了茶水间。被我无视后，沈冉气得发疯大叫：你有什么可得意的？不过就是个靠出卖身体的下贱货色，我看你到时候被金主给抛弃了，还有什么可得意的？回到办公桌，我就开始继续做自己被退回来的设计方案，根本没把沈冉放在心上。下午我拿着方案去找总监时，正好看到虚掩的门内，公司总裁傅思妍坐在沙发上，坐在他对面的正是沈冉和设计部总监赵丽文。副总，自从这个姜诗瑜来了公司后，流言蜚语就没断过，都说他被人给包养了，之前大学就是做那一行的。沈冉夹着嗓子，表情做作地说道。坐在一旁的赵丽文也立马跟着附和。副总，这个姜诗瑜作风不正，影响公司声誉，建议您开除他。傅思妍伸出修长的手指扶了一下自己的金丝边框眼镜，神色晦暗不明。哦，你们有证据吗？空口无凭，诬陷他人是诽谤，犯法的。沈冉一听，有些兴奋地掏出手机来。副总，我这里可是有沈诗瑜和老男人抱在一起的照片，这样爱慕虚荣的女人，可不能让她继续留在公司了，会带坏公司的风气的。傅思妍看了一眼沈冉递过去的手机，眼神犀利，伸出食指敲了敲茶几桌面，通知人事部彻查。傅思妍起身要离开，我急忙躲进了茶水间里，握紧了手中的设计方案。这个沈冉和赵丽文明显是想要把我弄出公司去。现在是下班时间，赵丽文见办公室没人了，搂着沈冉的腰，大摇大摆地从办公室走出来。今天我可是帮你把你最讨厌的人给弄走了，你该怎么谢谢我？沈冉娇羞地靠在他的肩膀上，用手捶了捶他的胸膛。讨厌！看着两人离去的背影，我内心冷哼一声，难怪沈冉在设计部敢横行跋扈，原来是搭上了设计总监。我刚想走，突然办公室灯全灭了，漆黑一片，一道高大的身影将我堵进了茶水间角落，呼吸近在咫尺。傅思妍把脑袋靠在了我的颈窝上，语气有些委屈。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肯给我一个名分啊？你不是要让人彻查一下我吗？
我轻轻地推开了傅思言，然后意味深长地看着他笑道。傅思言眉头一挑，伸手在我的腰上捏了一把。谁让你不公开我的？我就想让人事部去查，到时候他们一查，肯定就知道了我是你未婚夫。我看到时候谁还敢欺负你？诡计多端的男人。我无奈摇了摇头。我和傅思言是青梅竹马，两家也是世交，我们的婚事从小就定下来了，只是一直未对外公布。第二天一上班，就听到办公室一片欢呼。来，让我们大家恭喜一下沈冉，这次替我们拿下 M 集团公司的合作。赵丽文站在办公室中间，沈冉站在他旁边，笑得一脸得意。这次也多亏了赵哥帮忙，如果没有他的提点，我也不可能拿下这么重要的合作。沈冉，你的设计方案可是得到了 M 集团总裁亲自点头赞赏的，你以后的前途不可限量，就别自谦了。赵丽文拍了拍沈冉的肩膀，意味深长一笑。赵总监，你说的可是 M 集团的设计方案？赵丽文一见到是我，脑袋一抬，鼻孔对着我。除了 M 集团，还有哪个公司值得我们这么费尽心力？我冷哼一声，把自己包里的设计方案甩在了桌上。可是昨天你还在说我的设计方案不行，让我重新改了后再给你。今天你就跟我说沈冉的方案通过了。赵丽文被我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质问，面子上挂不住，直接拿着我的设计方案就丢进了垃圾桶。你也不看看自己设计的都是些什么东西，也配入得了 M 集团江总的眼。沈冉在我们部门也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设计师了，你能跟他比？你也不掂量掂量自己有几斤几两。我真的要被赵丽文气笑了。就连我这个刚来没多久的人都知道，沈冉在公司除了喝茶浇花，就是拉着人组小团队聊八卦，正是没干过几件。职场霸凌倒是玩得很溜。既然赵总监都说了，沈冉的工作能力这么强，那不如把他的设计方案拿出来给大家都观摩观摩，学习学习。听到我这么说，沈冉脸色一白，恼羞成怒地指着我：江诗瑜，你什么意思？你这是在质疑我们赵总监？赵丽文脸色沉了下来，用力地戳了戳我的肩膀，靠近我耳边狠声说道：就你也配？江诗瑜，我劝你最好夹起尾巴做人，否则的话，我有100种方式让你在这个公司甚至这个行业里都待不下去。说完，赵丽文就回了办公室。沈冉瞪了我一眼，也踩着高跟鞋屁颠屁颠地跟了过去。办公室瞬间鸦雀无声。我拿出手机给我哥哥打去电话，听说你非常满意我们公司给的设计方案。电话那头，我哥笑了一下：那不是你做的吗？我当然满意了。哦，为什么我听我们总监说那方案是别人做的，还说你非常满意？他都准备给人升职了。我哥一听，语气瞬间冷了下来：你等着，我马上来你们公司。我哥是 M 集团现任总裁江轩，因为父母早早离世，我几乎是哥哥捧在手心里长大的，他见不得我受半点委屈。江诗瑜，鉴于你早上和总监顶嘴，就罚你把这些资料都整理了吧，明天一早交给我。沈冉指挥着一个实习生抱着一大箱资料放在我办公桌脚下。我看了一眼，就算我没日没夜也得要2天才能整理完的资料，冷笑一声：沈冉，你是宫斗剧看多了吗？还罚我？你有什么资格罚我？沈冉被我一呛，脸色瞬间变得难看。江诗瑜，我不是在和你商量，我是在通知你，今天做不出来，你就准备明天卷铺盖走人吧。我倒要看看
是谁要他卷铺盖走人？办公室门口传来一厉声，所有人都看了过去。只见哥哥一身挺拔西装，神色凝重地站在门口，他身后还跟着2个秘书，气场十足。赵立文一看到是哥哥，立马点头哈腰地走了过去。江总，您怎么亲自来了？有什么吩咐您叫秘书，或者让我去你们公司跑一趟也行。我不来，我怎么知道你们公司偷龙转凤这套玩得挺厉害啊？哥哥脸色铁青，看向我时眼神里都是担忧。我朝他眼神示意了一下，让他不要公布我的身份先。哥哥叹了口气，然后冷眼看向赵立文，把你今天拿来的方案拿过来，我再看看。好的好的，江总，我带你去我办公室坐着聊吧。赵立文弓着腰，一副狗腿子的模样。就在这里看。哥哥声音不大，却十分的有震慑力。办公室所有人愣了一下，才意识到哥哥今天是来找茬的。赵立文擦了擦额头的汗，赶忙让沈冉把设计方案递了过来。江总，这就是我们的设计师沈冉。哥哥看了一眼设计方案后，指着方案书问沈冉：“你再把设计理念给我说一遍。”沈冉一怔，脸色一白，江总，这个设计理念是我通过。这个沈冉支支吾吾，半天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。哥哥突然走向我，然后走到我的垃圾桶旁边，从里面捡起被赵立文丢进垃圾桶的设计方案。赵总监，这份设计方案怎么和我手里的这份那么相似？还是说给我们公司的设计方案就只配待在垃圾桶里吗？在场所有人都知道我和赵立文早上的争吵，哥哥这话不言而喻，瞬间都明白了过来。赵立文借用职务之便，将我的设计方案偷换给了沈冉，取消和富士集团的合作。哥哥丢下一句话后，转身离开，留下赵立文和沈冉2个人面面相觑。哥哥走后，赵立文发了好大的脾气，沈冉吓得瑟瑟发抖，看向我的目光也就更加恶毒了。下班后，傅思妍说他在地下车库等我，一出车库就看到他的法拉利停在电梯入口处，拉开副驾驶的门，刚要坐进去，就看到沈冉带着他的小团队，一副趾高气昂的模样从电梯出来。一看见我，沈冉立马掏出手对着我拍。我说什么来着？江诗瑜就是个被人包养的小三，靠砸钱进的公司。你看这车像是他一个打工的做得起的吗？我今天就要把你恶心的一面拍下来，让公司所有人都看看你是个什么货色。来，让你的金主也下来入个镜，让大家看看你的金主。老的都能当你爷爷了吧？沈冉像是抓住了我的把柄一般，笑得猖狂。这时，主驾驶的门突然打开，一双修长的腿走了下来。沈冉看着傅思妍出现的那一刻，眼睛瞪得惊悚。傅总，傅思妍脸色有些难看。我就是你口中的老男人，是不是让你很失望？沈冉一愣，急忙将手机收了起来。弯腰认错，傅总，我不知道是您，我跟江诗瑜开玩笑的，大家同事之间平时就爱开玩笑，促进同事感情，你们说是不是？沈冉一边说，一边用手腕撞了一下他身边的同事，几人连忙附和。傅思妍摘下眼镜，意味深长地看向沈冉，听说你下午搞砸了 M 集团的合作。沈冉脸色一白，傅总，不是我，这件事都是江诗瑜的错。如果不是他非要拿着合同找赵总监麻烦，赵总监也不会发脾气把他的合同丢进垃圾桶里，否则 M 集团江总怎么会发现呢？沈冉这颠倒黑白的能力我都为其佩服。
你的意思是我还不能为自己寻求正义了？明知道别人拿了我的方案去弄虚作假，我还要打碎了牙往肚子里吞。沈冉挑衅地看了我一眼，谁不知道你是靠手段上位才进的我们公司？你有多少本事，大家都心知肚明。我都还没找你麻烦，你反倒在副总面前先咬我一口了。我的方案是昨天我拿给赵总监的，也是昨天就给了江总了。你的方案是今天才给的，谁抄袭谁心里有数。沈冉踩着恨天高，用手扶了一下自己的大波浪，神情十分的得意。你确定吗？傅思妍擦了擦镜片，然后把眼镜戴上，眼神犀利。沈冉以为傅思妍是信了他的话，然后急忙点头。傅总，我可是公司老员工了，我说的话难道还有假吗？就是他抄袭我的方案。我记得公司的摄像头安装的非常全面，也很清晰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们公司肯定会还员工一个清白的。傅思妍说完就拿出手机，找到了行政部主管的微信，把设计部这2天的所有监控调出来。我要看看到底是姜诗瑜抄袭沈冉，还是沈冉抄袭姜诗瑜。沈冉一听立马急了，想要阻止。傅总，这点小事就不劳烦行政部的同事们了。诗雨一个新人，着急想上位，我能理解，这次就算了吧。看着沈冉一副假装大度的模样，我冷哼一声，这件事情我要求追查到底。M 集团的合作我也一定会重新要回来的。沈冉白了我一眼，你以为你是谁？你看你去集团，有人能认识你不？还一定会要回来，出门也不照镜子。傅思妍为我打开了副驾驶的门，直接无视沈冉，对我轻声说道：你放心，我一定会还你一个公道。车行驶到半路，傅思妍一直紧紧握着方向盘，泛白的指关节在告诉我她在生气，受了这么大委屈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傅思妍直直地看着前方，语气克制，却又有些无奈。我怕你担心，我想我能处理好的。我扯了扯傅思妍的衣袖，朝着她眨了眨眼睛。傅思妍叹了口气，摸了摸我的脑袋，你就是这么的倔。我知道你是怕大家知道了你是我的未婚妻，会对你特殊对待。可是你是我捧在心尖上的宝贝，你让我怎么忍心看着你受欺负？我没事，我也没吃亏呀，他们也没讨到什么便宜。何况我帮你把公司的蛀虫给你揪出来不好吗？我撒娇般的晃着傅思妍的手臂，傅思妍无奈的笑了笑。好，但是你要答应我，有什么事情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。第2天一上班，我就被赵立文叫去了办公室。你自己看看，这是咱公司发来的合作解除邮件，你知不知道这次给我们公司带来了多大的损失？赵立文用力地敲打着桌面，脸上的肥肉也跟着一抖一抖的，看起来面目狰狞。我双手一摊，耸了耸肩膀，总监，这事和我有什么关系？这难道不是你拿我的设计方案给沈冉才造成了现在的结果的吗？姜诗瑜，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。赵立文猛地拍了一下办公桌，力道之大，就连桌上的电脑都震得抖了抖。那你也没给我敬酒啊？我直直地对上赵立文的目光，厉声呵斥道。我们的争吵很快就惹来了其他同事的围观。沈冉适时地冲了进来，然后假模假样地拍了拍赵立文的背。总监，你消气，咱们是斗不过人家的，人家都勾搭上副总了，还大言不惭地在副总面前说一定会拿回 M 集团的合作的。赵立文眉头一挑，你这话什么意思？
昨天我可是亲眼看着咱们的僵尸鱼同事上了副总的车，还当着我们的面放话他会拿回合作的。僵尸鱼，原先我还真是小瞧你了，这来公司才多久，就用你那套狐妹子功夫勾搭上了副总。沈冉故意提高了音量，办公室所有人都竖起耳朵，窃窃私语。我眼色一沉，沈冉，你嘴巴最好给我放尊重点。赵丽文坐下，双手抱胸，上下打量了我一番。既然你都在副总面前承诺了会拿回 M 集团的合作，那我就给你3天时间。3天后你要是拿不回江总亲笔签名的合同来，你就给我卷铺盖走人。沈冉穿着个超短裙，靠在赵丽文的办公桌前，笑得一脸得意和兴奋。僵尸鱼，你要是现在给我们赵总监低头认个错，说不定他可以考虑原谅你，在公司给你留个扫厕所的职位。否则，只要你被富士集团开除的事情被人知道了，整个 A 市将无人敢用你。我看了眼狼狈为奸的两人，面色一冷。如果我拿下了 M 集团的合作呢？沈冉是否能当着整个设计部的面为他的所作所为向我道歉？沈冉脸一黑，脚一跺，高跟鞋踩在瓷砖地板上，发出咯吱一声刺耳的声音来。总监，你看他，居然还敢口出狂言，让我给他道歉。赵丽文微微一笑，拍了拍沈冉的手，趁机卡了一下油。你放心 ，M 集团是什么地方？估计他连大厦的门都进不去。说完，赵丽文看向我，讥讽一笑。我答应你，就他还不自量力的想和沈冉争。整个设计部谁不知道沈冉和总监关系匪浅？他这次完蛋了。我看不一定，你看他那信誓旦旦的样子，我还挺佩服的。换成是我早就吓得屁滚尿流了。打个赌布，他要是能拿回合作，你1个月的咖啡我都包了。还是算了吧，我也觉得有点悬。坐在洗手间马桶上，听着外面洗手池传来的议论声，我拿出手机给哥哥发去信息。大概2点左右，我去趟你们公司。哥哥那边没有回复。回到办公室，我就收拾了一下东西，提着包就要走。刚起身，就差点跟沈冉撞了个满怀。沈冉看了一眼我提着的包，不屑地扒拉了一下包里放着的资料。这么着急就想去 M 集团了？就这么怕被扫地出门？我要是你，干脆直接打包走人，何必等3天后自取其辱呢？我白了他一眼，这女人真的是宫斗剧看多了，一天到晚满脑子各种词境。我直接无视了沈冉，推开他就离开了。只是没想到他居然闲得一路跟着我来到了 M 集团大厦门口。刚进大厦，门口保安就把我拦住了，让我去前台登记。你好，我是来找你们江总的，麻烦你打个电话给你们陈秘书。前台看了我一眼，眼睛都快要翻到天上去了。不好意思，这边没有看到预约记录，你不能见我们江总。你只要打个电话给陈秘书就行，告诉他我是富士集团设计部的僵尸鱼，他就会明白的。我客客气气的再重复了一遍，你就算是集团设计部的僵尸鱼，那也不行啊，没有记录就是不能见我们总裁。你不要耽误我们工作好不好？你以为江总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的吗？前台不耐烦地朝我挥了挥手，示意我离开。我就说嘛，就你也想见到江总拿下合作，也不照照镜子，自己配不配？真以为自己屁股上描眉画眼，有好大的面子？沈冉双手抱胸，一副看好戏的模样，站在我身后。沈冉，你要是闲得没事干，就把工作辞了，回家当你的老绿茶，别整天占着茅坑不拉屎，浪费资源。我瞥了他一眼，
故意捏着鼻子对着空气挥了挥手。沈冉脚一跺，脸色铁青：“僵尸鱼，你什么意思？我好心好意提醒你不要来自取其辱，你非但不领情，还恶言相向。两位要吵麻烦出去吵，这里是 M 集团，不是你们复式。再这样子我只能请保安了。”前台皱着眉头，嫌弃地看着我：“这位姐姐不好意思，这位是我们部门的新来的，仗着自己有几分姿色，就想靠手段拿下贵公司的合作，不自量力。我倒要看看是谁不自量力。”这时电梯口突然传来一声厉斥，我偏头一看，只见哥哥领着陈秘书从电梯楼向我走来。江总，真不好意思打扰到你了，是我们公司的僵尸鱼，您之前见过的，他非要闹着要见您。我知道您是大忙人，哪有时间搭理他这种小喽啰，我这就让他走。沈冉一看到我哥哥就眼冒星星，快步迎了过去，满脸殷勤。哥哥却看都没看他一眼，直径走到我的身边。到了楼下怎么不给我打电话？你们前台说我没有预约，不能见你。我让他给陈秘书打个电话，他说你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见的。我委屈巴巴的瘪了瘪嘴，哥哥眼眸一冷，朝陈秘书示意。陈秘书很快就领会了过来，走到前台：“从明天开始你们不用来上班了，现在就可以去找财务把工资给结了，该给的补偿公司1分都不会少给，你们现在可以走了。”两个前台年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江总，我们错了，我们不知道江小姐是您的朋友，还请您再给我们一次机会。沈冉也彻底懵了，愣在原地。僵尸与你和江总认识？我理都没理他，直接跨上哥哥的手臂。那我们上去吧，我都饿了，我想吃提拉米苏。哥哥宠溺地刮了刮我的鼻头，然后吩咐陈秘书去买。我和哥哥一起进了总裁专用电梯，留下沈冉一个人站在风中凌乱。当初让你来自家公司，你偏不，现在受了这么多委屈，你是要心疼死我是不是？哥哥佯装生气，敲了敲我的脑袋。就一个不自量力的小总监，还不至于让我受什么委屈。倒是哥哥你今天得给我把这份合同给签了。哥哥接过我递过去的合同，看都没看就落下了自己的名字。我不管你是怎么想的，你要是在傅思妍那里待得不开心，就赶紧给我回来。就算你不喜欢傅思妍了，我也有的是办法给你把婚退了。我急忙捂住哥哥的嘴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和傅思妍好着呢，既然好，那就赶紧把订婚宴给办了，堵住外界那些风言风语。哥哥心疼地摸了摸我的脑袋，叹了口气。哥哥就你这么个家人了，我不希望你受到任何委屈。但凡傅思妍有任何对不起你的地方，哥哥永远都是你的港湾。回到公司时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，一进办公室，所有人都好奇地看了过来。我拿着合同正要去找赵丽文，就见沈冉哭哭啼啼地从赵丽文办公室出来。一看到我就恶狠狠地瞪了过来，拿到了合同又怎么样？还不是靠那些不入流的手段。我是真没看出来，你这么的没有下限，是个男人你都想勾引，你还要不要脸了？你神经病吧？我白了他一眼，并不想和他过多纠缠。赵丽文从自己办公室内出来，看到我手里拿着的合同时，还有几分惊讶。真拿到签约了？我把合同递了过去，你自己看看就知道了。只是我希望赵总监不要忘了自己答应我的事情。赵丽文几乎是推着沈冉走到了办公室台上。我赵丽文也不是说话不算话的人，既然江诗瑜替我们拿下了这么重要的合作，那我肯定会履行承诺，
让沈冉公开道歉。赵丽文一副大义凛然的模样，沈冉站在他身边，小声哭泣着：“对不起，我不应该顺便帮你把你的设计方案给了总监，然后总监就误以为是我做的，就交了出去，这才造成了误会。”我冷笑一声误会就想轻易的接过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你好心好意帮我把我的设计方案给了总监，总监在不知道是谁设计的情况下又交给了 M 集团。沈冉，你这是在告诉我们大家赵总监工作失责吗？沈冉脸一白：我没有，我都已经道歉了，你为什么还要咄咄逼人呢？沈冉双眸含泪，全然一副绿茶姿态。他那些狗腿子也开始帮他说话，就是沈冉都已经道歉了，你又何必还要抓着不放？大家都是同事，得饶人处且饶人，何况你这签合同的手段不也签得不入流吗？大家彼此罢了。沈冉也是一心为了公司，为了咱们部门好，只要签下合同，咱们年底奖金就可以翻倍，谁签都一样，何必那么较真？看着他们你一言我一语的，我冷笑一声。所以等以后沈冉再盗窃你们其中任意一个人的作品时，他只需要轻飘飘一句我也是好心帮你就可以了。话一出，办公室所有人都面露尴尬，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都闭嘴了。只要火没烧到自己身上，无论是谁都没关系。大老远就听到你们部门在吵吵闹闹了，还有没有点规矩了？行政部主管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了门口，而他的身后站着的居然是傅思言。傅思言脸色有些难看，目光直勾勾地看着我，眼神里都是怜惜和心疼。傅总您怎么来了？就是一些小事情，咱们部门的僵尸鱼不是重新拿下了M 集团的合作吗？我正在嘉奖他呢。赵丽文一脸狗腿的模样迎了过去，傅思言却直接越过了他，来到我身边，满眼关切：你有没有怎么样？我摇了摇头，示意他别担心。傅总，咱们可都小瞧了僵尸鱼，他和 M 集团的江总可是亲密无间，您别到时候让他给骗了都不知道。沈冉嫉妒地盯着我，阴阳怪气地朝傅思言说道。傅思言看向沈冉，眸色一冷：这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来说话了？你窃取同事成果占为己有的事情还没有得到处分的吧？既然如此，今天就让行政部门发布通告，设计部沈冉窃取同事作品，品行不端，给予开除处分。沈冉脸一白，愣了一下，随后焦急地看向赵丽文。赵丽文神色闪躲，根本不敢上前。沈冉气愤的一跺脚，然后指向我：傅总，江诗瑜可是跟江总有一腿，又是给别人当小三的，这样子的货色您都能看得上，你就不怕你未婚妻知道了？傅思言推了推自己的眼镜，眼神犀利。这个周末，我傅思言将会举行订婚宴，公布我和我未婚妻的婚期。至于其他的，就不劳你个无关人员操心了。沈冉再不服气，当着傅思言的面，也只能咬碎了牙往肚子里吞。傅思言离开后，行政特意派人守着沈冉，看着他收拾东西离开。沈冉抱着一箱子东西经过我办公桌前时，恶狠狠地盯着我：江诗瑜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我沈冉就算离开了傅氏，照样有地方可去，但是你可就不一样了。傅总亲口说了，他要在这个周六公开自己的未婚妻，到时候你那些破事他未婚妻知道了，也绝对会让你吃不兜着走的。我冷笑一声，捡起沈冉刚刚路过掉在地上的工牌，帮他放进了箱子里。收好你的垃圾，我就不劳烦你操心了，你还是多担心你自己吧。
我听说赵立文他老婆可不是个好对付的。我意味深长地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沈冉眼神先是有些惊恐，但很快恢复了过来，嫌弃地甩开了我的手。姜诗瑜，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，你给我等着！丢下一句狠话后，沈冉就在行政部工作人员的催促下离开了复室。沈冉刚走，傅思妍的秘书就打电话来设计部，让我去一趟总裁办公室。推开总裁办公室的门前，我还在纳闷傅思妍为什么工作时间找我，下一秒自己就被人用力拉进了怀里。宝宝，你是不是生气了？你都不接我电话了。傅思妍委屈巴巴的声音从我的颈脖处传来，我愣了一下，然后推开了他。我只是手机没电了，真不知道你一个堂堂副市总裁，一天到晚脑子里都装的什么东西啊！我无奈地拍了拍他的脑袋。傅思妍听到我这么说，才松了一口气，把脑袋往我手心里蹭了蹭，像极了一只金毛狗。装的都是你，我以为我擅自做主公开订婚，你生我气了。宝宝，我这么不是故意的，我只是看到你被欺负，我太难受了，而且我也没有安全感。你那么完美，到时候不要我了，可怎么办？我挽过傅思妍的手腕，靠在她的肩头，内心也得到了一丝安宁和平静。我没有生气，我本来就是你的未婚妻，公开订婚也好，正好可以堵住那些不安好心人的嘴。之前因为我的学业和不想过于高调，所以一直拒绝举行订婚宴，也导致我哥以为是傅思妍没有玩够，不愿意公开订婚，矛盾不断。第二天一上班，我发现办公室所有人都用奇怪的眼神看着我，我躲得远远的。我刚坐下，赵立文就把我叫去了办公室。一进门，赵立文就把平板甩在桌子上，然后猛地一拍桌子：“你自己看看，你干的那些好事。”只见平板上显示的正是当日最新娱乐头条：傅氏集团副总婚妻出轨公司员工。往下翻还有 M 集团将总被捞女耍得团团转，2位集团总裁被玩弄在掌心。僵尸于私生活大揭秘，令人震惊。评论区清一色全都是骂我的，这女的也太不要脸了吧，居然把2个多金又帅气的男人耍着玩。她一看就是个捞女，只想要钱，没想到玩脱了，这回看她怎么收场。听说她大学时期就不检点，专门给人当小三的，估计浑身都是病。2大总裁看上这么个货色，可见他们眼光一般。傅思妍前脚刚说要公开举办订婚宴，后脚就被人爆出这种上不得台面的花边新闻，做他的未婚妻简直实惨。眼看后面的越骂越难听，我直接退出了画面，脸色一冷。那些被曝光的照片，就是那天我上傅思妍的车被沈冉拍到的那天，还有他跟着我去 M 集团那次，想都不用想就知道是谁干的了。所以呢，赵总监是想我给你一个怎么样的交代？你做出的这些事情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我们公司声誉，对傅氏集团和 M 集团2家公司都造成了严重影响。赵立文眼神带着一丝得意，所以我现在决定对于你处以开除处分，赶紧收拾东西滚蛋吧，别让我请保安轰你出去。我脸色一沉，开除我，你也要先掂量掂量自己够不够格。赵立文讥讽一笑，站起身来：僵尸鱼，你不要以为2位老总平时和你亲密了点，就真以为自己算根葱了。就你这样子的货色，每天都不知道有多少贴上去，你最好看清现实。或许你跟我认个错，说2句好听的话，我能想个办法保你下来。你也知道，
这设计部我说了算。说着，赵丽文突然伸手要摸向我的脸，我急忙一退。赵丽文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在设计部干的那些事情，你当真以为没人知道就可以高枕无忧了？赵丽文一听这话，脸色大变，急忙握住我的手腕，死死地盯着我。你这话什么意思？你都知道些什么？这时，办公室突然传来敲门声，赵丽文的秘书走了进来。姜诗瑜，总裁办打电话来说副总找你。听到副总找我，赵丽文才松开了我的手，用力一甩。什么话该说，什么话不该说，我希望你能想明白，否则的话，我有的是办法让你在这个行业待不下去。赵总监，你未免太看得起你自己。我冷笑一声，然后快步走出了办公室。一到傅思妍办公室，推门进去，我就扑进了傅思妍的怀里。傅思妍一怔，然后小心翼翼地安抚着我的背。我知道今天的事情你受委屈了，我已经让人去查了，也安排了人把热度压下去了。或者我现在就开个发布会好不好？直接说明你就是我的未婚妻。我把头从傅思妍的怀里抬起来。不好，反正明天就是订婚宴了，到时候咱们狠狠地打那些不怀好意的人的脸就行。只是你不觉得你公司的一些蛀虫也该清理了吗？话音刚落，傅思妍眉头一皱，紧紧地盯着我暴露在空气里的手臂上。你的手怎么了？我低头一看，刚刚和赵丽文争执时，他居然把我的手腕捏红了，现在隐隐有些淤青，本来不觉得疼。傅思妍这么一问，我就有些委屈上了，巴眨着眼睛，眼底也泛起了一层雾气。傅思妍当场就急坏了，宝宝你怎么了？你好好跟我说好不好？是不是有人欺负你了？你告诉我，我一定会让他付出代价的。我紧紧地搂住傅思妍的腰，然后抬起头对上他焦急的目光。都怪你，赵丽文这种败类，你就应该早把他开除了，留着他只会祸害那些无辜的女同事。他都居然敢对我下手，我都不敢想象他平时是怎么对其他同事的。傅思妍一听是赵丽文，立马心了于然，将我搂紧。我一定会给你个交代的。下午因为我要试礼服，就直接离开了公司，回了家，顺便放松一下。傅思妍安排了人送了好几套礼服过来。第二天订婚宴安排在世纪大酒店，傅思妍包下了一整栋楼，声势浩荡，门外几乎被记者们堵得个水泄不通。为了保证安全，宴会厅只能由各大家族企业的代表和持有记者招待证的代表进入，其余闲杂人等一概不得入内。我一袭星光璀璨的礼服连衣裙站在落地镜前，傅思妍从身后环抱住我的腰，看着镜中的我。诗瑜，我以后会再给你一场更加盛大的婚礼，我会用我的余生爱护你，守护你，直到永远。我的手轻轻地抚上他的手背，轻轻一笑，我相信你。订婚宴正式开始，先由主持人上台活跃气氛，再有傅思妍上台致辞。我在楼上化妆间候场，我躲在角落里看着楼下的宴会大厅。只见哥哥坐在台下看着傅思妍，不知道在想着些什么。这时角落里忽然有一道熟悉的身影闪过，是沈冉。沈冉身穿定制礼服，一手端着香槟，一手挽着赵丽文的胳膊，把头仰得高高的，极力地在刷着存在感。赵丽文居然敢光明正大地带着他出现在这种场合，可见沈冉为了今天付出了不少心思。沈冉扫视着会场，不知道在寻找些什么。突然他把目光看向了楼上，正好和探出一个脑袋的我视线对上。
沈冉讥讽一笑，不知道和赵丽文说了些什么后，就避开了人群，来到了楼上。江诗瑜，我是真佩服你的胆量啊！都到了这种时候了，你居然还敢来，还穿成这样子。沈冉上下打量了我一番，极度的怒火都快要喷出来了。你这礼服都是租来的吧？省点力气吧。今天是副总的订婚宴，你来只会自取其辱而已。我有些好笑地看向沈冉，万一自取其辱的人不是我而是你呢？沈冉怒瞪了我一眼，江诗瑜，你简直不自量力！你以为自己算个什么东西？副总会为了你而放弃自己的未婚妻？你别做梦了！这时，楼下主持人拿着话筒大喊一声：“下面让我们隆重有请副总的未婚妻 M 集团千金江诗瑜小姐。”一束光亮打在了旋转楼梯入口处，照在了我的身上。沈冉不可思议地看着我，嘴张得老大，整个人呆愣在了原地。我看着他嘲讽一笑，我说过，自取其辱的人也许是你呢。说完，我提着裙摆，踩着水晶高跟鞋，缓缓地一步步向楼下走去，却忽略了沈冉逐渐变得恶毒的眼神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就去死吧！沈冉失控地冲下楼，想要把我往楼下推去，却没想到我一步跨到了一边，然后快速伸出一只脚，穿着恨天高的沈冉直直地从楼梯上摔了下去。他在地上呈大字形，楼梯不高，摔不死人，但是他刚刚是想把我从栏杆上推下去，栏杆下方正是一尊雕塑，我若摔下去，必死无疑。诗瑜，你没事吧？傅思妍和我哥哥几乎同一时间冲了上来，抓着我的手不停地检查。我没事，我这不是好好的站在你们面前吗？我无奈地转了个圈，向他们证明自己真的毫发无损。沈冉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，赵丽文站在人群里，一副想上前又不敢的模样。突然，人群里冲进来一个妇女，直接跑到沈冉跟前，揪住了他的头发：“就是你这个小狐狸精，勾引我老公，看老娘不打死你！”沈冉刚摔了一跤，现在根本没有反击之力，只能任由那女人把他按在地上拳打脚踢。赵丽文这时才出面拉住他老婆：“老婆，我错了，都是他勾引的我，非要让我带他来宴会见见世面。我跟你发誓，我以后都不会跟他再有任何瓜葛了。咱们先回家好不好？”赵丽文老婆家也算得上是有点小钱。赵丽文一直惧怕他老婆，我看着这场闹剧，嘴角勾起一抹讥笑，希望沈冉能喜欢我送他的这份礼物。最终，沈冉因为故意伤人被警方带走了，因为傅氏和我哥双重施压，被判定为刑事案件，最少也得1年才能出来。而赵丽文涉嫌吃回扣、骚扰女同事、私底下威胁女员工，被刑事拘留了。傅氏集团对他也正式提起了上诉，估计这几年内他都出不来了。订婚宴虽然出现了一些插曲，但还算圆满成功。我的身份也正式公开，顺便接替了赵丽文的职位，成为了设计部总监。而我的员工守则第1条就是不允许骚扰女员工，一旦发现立马开除。第2条，不允许员工之间拉帮结派，杜绝职场霸凌。设计部在我的带领下也越来越团结，因为我工作太忙，傅思妍总是吃醋，一回家就恨不得挂在我身上。宝宝，我现在都后悔让你去公司上班了，我们都快没有私人空间了。我摸了摸靠在我身上的傅思妍，你先自己玩会啊，我这里还有一份设计方案没做完。傅思妍崩溃大喊：“我要开除你！”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本期故事精彩吗？
欢迎大家在下方评论区吐槽。如果你喜欢这类故事，记得点击订阅微光夜读，并分享给更多的人，这会对我帮助很大。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。